大家好，欢迎来到微健康与科学频道，我是 Vivian。在如今大家都追求健康的时代，素食成为了不少人钟爱的饮食选择。你可能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素食者能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降低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这些话听起来确实很诱人。但你知道吗？长期素食也可能会导致维生素 B12、铁等营养素的缺乏。那吃素到底能不能让人更健康、更长寿呢？素食到底是健康的福音，还是暗藏风险？要不要加点肉呢？接下来，我们就从科学的角度，好好深入了解一下素食与健康的关系。要想搞清楚素食对健康的影响，首先要明白人体对营养的需求。咱们的人体就像一台超级精密的机器，各类营养成分协同合作，才能让它正常运转。碳水化合物是首要的功能物质，它的功能占比在50%至65%，主要来源于谷类、薯类。它在口腔里初步消化，到了小肠就会分解为葡萄糖，一部分直接用来功能，另一部分则以糖原的形式储存起来。蛋白质负责细胞的生长与修复，成年人每天每千克体重需要摄入0.8至1.2克。瘦肉、鱼类等动物性食物能提供优质蛋白，它在胃内初步分解，在小肠彻底消化成氨基酸，用于合成新蛋白或者功能。脂类既能储能，也是细胞膜的构成成分，功能占比20%至30%，主要来自动物脂肪与植物油。在小肠，脂类经过胆汁乳化、胰脂肪酶分解后重新合成脂肪，再被淋巴系统吸收。除了这3大宏量营养素，维生素、矿物质和水同样必不可少。水本身对于运输这些营养素、调节体温以及作为无数代谢反应的介质至关重要。动物肝脏里的维生素 A 能保护视力，新鲜蔬果中的维生素 C 能增强免疫力，奶制品、豆制品是钙的优质来源，维生素 D 能助力钙吸收，对骨骼健康有益。肉类、肝脏含铁多，能预防缺铁性贫血，碘参与甲状腺激素合成，调节机体代谢。一旦营养失衡，健康马上就会亮起红灯。碳水化合物缺乏会让人浑身乏力，长期过量又容易导致血糖不稳、胰岛素抵抗，增加患2型糖尿病、代谢综合征及肥胖的风险。蛋白质缺乏会影响儿童发育，降低抵抗力。长期缺乏还会引发水肿、肌肉萎缩，过量则会加重肾脏负担。脂类缺乏会影响脂溶性维生素吸收和激素合成。长期过量摄入饱和及反式脂肪酸会使血脂升高，增加动脉粥样硬化和心血管疾病风险。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或过量也会引发各种健康问题，比如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夜盲症，过量会中毒。维生素 D 缺乏影响钙吸收，导致骨质疏松，过量会造成高钙血症，损害肾脏。钙缺乏增加骨质疏松风险。铁缺乏引发贫血等，过量则会损害肝脏、心脏等器官，甚至引起血色素沉着症。了解了人体基础需求后，我们来看看素食者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这其中既有独特的优势，也伴随着不容忽视的挑战。碳水化合物通常能通过谷物薯类和豆类轻松获得，蛋白质则主要依赖豆类、豆制品。但考虑到植物蛋白的必需氨基酸组成和消化率可能不及动物蛋白，素食者应多吃坚果和谷物进行补充。脂类主要来自植物油和坚果，能提供健康的不饱和脂肪酸，但需特别关注 Omega-3 脂肪酸，尤其是植物来源的转化效率有限，可能需要考虑藻油等进行补充。在维生素方面，维生素 A 可以通过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橙黄色及深绿色蔬果获取，身体会按需转化。然而，维生素 B12 构成了素食的重大挑战，因为它几乎只存在于动物性食物中，植物来源的 B12 往往活性低或不可靠。
长期缺乏 B12 可导致严重的贫血和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因此严格素食者必须通过强化食品或直接服用补充剂来确保足量摄入。矿物质方面，钙的来源包括豆制品、强化植物奶和某些绿叶蔬菜，但植物中的植酸和草酸会干扰其吸收，因此需关注摄入量，保证充足的维生素 D 以促进吸收，并选择低草酸蔬菜。铁在植物性食物中以吸收率较低的非血红素铁形式存在，易受植酸、草酸与咖啡、茶中单宁酸的抑制，容易导致缺铁性贫血。提高吸收率的策略包括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同餐食用，并避免餐时饮茶或咖啡。锌的来源有全谷物、豆类和坚果，其吸收也受植酸影响，可通过发酵、浸泡等方法提高吸收率。尽管素食存在一些挑战，但规划良好的素食确实能带来显著的健康益处。那么，这些益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在抗氧化与抗炎方面，素食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它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类胡萝卜素，尤其富含多酚。多酚作为强大的抗氧化剂，能有效中和自由基，减少细胞氧化损伤，并调节炎症反应，从而延缓衰老，降低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多酚广泛存在于蔬果、茶、咖啡等食物中。这种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能力，自然而然地延伸到了对心血管系统的保护上。素食者常摄入蔬果、全谷物、坚果和豆类，从而获取丰富的抗氧化物与膳食纤维，这些都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具体来说，膳食纤维可降低胆固醇，稳定血糖，促进肠道健康，而植物性食物中的不饱和脂肪酸能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正因如此，研究显示，素食者通常血压、血脂和体重较低，血管内皮功能较好，心血管事件发生率也相对较低。不仅如此，在癌症预防层面，素食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共同发挥作用，有助于降低特定癌症的风险。例如，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降低结肠癌风险。而丰富的植物化学物质则可以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研究表明，素食与结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多种癌症的较低发病率相关。例如，豆类中的异黄酮、十字花科蔬菜中的硫代葡萄糖苷等都具有抗癌特性。此外，这些饮食特点往往还伴随着更健康的体重管理效果。素食者通常体质较低，体重指数也较为合理，这反过来又有助于控制血糖和胆固醇，进一步降低与肥胖相关的一系列疾病风险。既然严格素食有潜在的营养风险，而合理规划又益处良多，是否存在一种更易于实践的平衡之道呢？有一种饮食方式，弹性素食值得关注。这种饮食模式以植物性食物为主，并且适量加入少量动物性食物。它和全球蓝色地区居民的长寿健康生活方式非常契合。蓝色地区也就是世界上的长寿地区，他们的饮食主要以植物性食物为基础，少量摄入动物性食品，从而有效降低慢性病风险，享有更长寿的生活。弹性素食鼓励个体根据自身需求灵活调整食物种类和数量，更容易坚持，既能降低疾病风险，又能保证营养均衡。总而言之，无论是为了健康还是其他原因选择素食，关键在于科学规划与平衡。规划得当的素食确实对降低慢性病风险有积极作用。然而，未经仔细规划的严格素食，则可能因关键营养素缺乏而损害健康。因此，无论选择何种饮食模式，平衡和多样化的饮食才是最好的选择。若你选择素食，请保证蛋白质的足量摄入，强制性补充维生素 B12，运用策略提高铁、钙、锌的吸收，考虑补充 Omega-3，并尽可能丰富食材种类。采取科学、均衡、个体化的饮食策略，才是通往持久健康的最佳路径。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对您有帮助，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期我们会继续讨论更多健康话题，记得不见不散哦。